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柯文哲主席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当他如果意识到检察官一而再再而三长时间的讯问的问题，如果都是相同的问题绕来绕去的话，我相信他会有他自己的应对跟作为。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寿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光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最近频频受到高层关注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已经没有了，大家晚安。长辈，资深媒体人邵玉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英忠老师，大家晚安。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受关注了，因为我看你后来也没有收手的迹象啊。但是就是反正现在是换民众党自己来解决我。他们现在会针对你，我有看到有一些好像他们把你的包括什么政治献金的问题什么全部都翻出来讲。其实就是政治献金啊，就做了很多梗图啊，然后网军铺天盖地啊，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监察院找得到的东西都是依法申报都是具名申报。那如果说他们这么高标准的看待我，那他们对于柯文哲的那一坨政治现金的乱账不知道是什么标准啊？我就觉得。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你很难去跟有目标攻击的侧翼网军去讲道理但是反正就是现在就是查案就是查案，我们还是议会的查案已经到此一段落。OK， 那下个会期我知道的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案，可能必须要被重启调查，譬如说第一雨果市场，然后这个台智光还会接着，所以我想这个民众党的焦点可能接下来要打的人非常多，他们会很忙。OK， 当然现在来看的话，照所谓刚刚讲，因为议会开议这几天大家有在讲，未来是不是还有好几个案？那是不是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调查小组，甚或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资料会披露出来？但现在当然不可讳言，就算台风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中指检察官这些一点都没有轻忽这个案子，还是一样，那非常披星戴月在办这样的一个案子。那包括提讯啊，柯文哲不来，那今天讲那提讯彭哲生，好吧？那相关的这些人一直在做，但是这几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庄家，明天少大集结在土城。当柯文哲这礼拜开始跟你讲说，我不要再去北检，那这次他就不去嘛。你不知道下一次再传讯他会不会去。但当这个讯号一出来以后，少明天集结，甚或那整个广告，那个他们在宣传海报里面什么对抗新威权什么，全部都出来了。所以未来就会是这样一个对抗性了。这个叫做疾风之铁草啊，然后入呛新威权，对不对？所以在台风假之后呢，5号明天是柯文哲被押满月了然后满月当然要给那个阿北一个满月礼嘛所以他们就集结了，说要临近举牌，但是临近举牌要怎么入呛新威权？那临近还要入呛，所以显然是要很有想象力。然后他们明天就要集结在海山捷运站。然后在土城那边的看守所前面要去声援阿北，然后是说这个叫无罪羁押，无罪收押，那本来现在羁押过程中都是无罪，就还没有决定嘛，还没起诉嘛，就算起诉也还没定验嘛，是，可是他们就讲说要入呛，当然入呛的这个结果当然就是一个集结，尤其是满1个月，但是满1个月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状况里面，在这个台风假里面呢，其实呢检察官好像有一点点风雨生信心，因为他们在风雨之中。整个台北至少北基桃放假放了2天嘛，然后放了2天之后，他们没有放假，他们没有放假，然后刚好前一段时间这么多的侦讯，这么多的资料在云端里面，大概他们也可以在这2天里面好好的爬书，好好整理。那当然这大家都很关切，所以呢你会看到的是有一个检察官平常就提那个 U-Bike。然后看到了，因为现在不能再讲说有没有泄密的问题，对不对？免得小草要攻击他，骑着脚踏车在这个风雨之中，虽然台北的风雨不太大但是还是赶快跑掉。可是你看这几天结束之后，今天第5度约谈了彭正生，那第5度呢，那彭正生呢，大家远远的看着画面，充满了一个笑脸，代表他心情是越来越轻松了。然后根据我们前面1个月里面的整个检方的一个 tempo。约谈完彭正生之后，接着应该是沈庆金，然后沈庆金完毕之后，就应该是柯文哲，可是沈庆金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台北医院里面戒护就医，那但是戒护就医会不会去就训，我们不知道，然后柯文哲拒绝被提讯，那会不会被就训，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你会看到的是，现在看起来当朱雅福、李文忠之后，
已经变成是金流，而这金流有没有收金流之外，变成是主观翻译，到底你为什么要去行贿？你为什么要收贿？那当然是哪些人收贿？显然看起来，在满1个月的时候，小草要去呼喊一声；满2个月，如果这状况，而柯文哲这种拒绝被提讯，那大概恐怕还有第3个月。OK， 你会发现主要的几位，包括柯文哲、包括沈庆金、包括彭振声，你如果真的看的话，现在看起来每个人应对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柯文哲在当初放弃要抗告那个时候呢，那个声明里面讲着2个月里面，希望检方你穷尽所有的方式，你就查个过，好不好？我让你怎么查都可以。那他一定全面的配合，但是在这个礼拜开始，那当检方要提讯的时候，好，我不要去了 ，OK？ 那沈庆金到现在还在台北在医院里面，包括介护就医当中。那彭振声在今天提讯的时候，当媒体讲彭振声那个一抹微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一抹微笑，还是脸部不经意的动作 ，OK？ 但媒体解读这样，但都好，一般来讲，因为收押1个月咯。一般当事人在被收押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只要有当事人办过这样的案，你跑司法这么久，一开始那个抗拒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情绪是最难熬的。大概1个月左右，其实差不多大概也已经那个心情是可以比较平复。彭振声那样你大概可以理解，但柯文哲完全不一样哦，他反而是在4度提讯以后，到了快1个月的这个时候，他跟你说我不要去了。我不知道他后面还会不会再去，但这一个动作，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他在启动什么？叫司法不合作吗？他确实可以讲说，启动司法不合作，有，但是这个转折点还是要看。那转折点我觉得还是出在朱雅虎跟李文忠身上，被收押，就他一定知道朱雅虎跟李文忠被收押了嘛，而且他一定知道朱雅虎是认了这个行贿罪嘛，李文忠不认。他这2个人的收押直接影响到，其实就是沈庆金跟这个柯文哲。所以我们在看哈，就是说整个过程来讲，对柯文哲讲，我觉得，也许吧，他们事先都有沙盘推演过，所以他的态度你可能会觉得变来变去。比如说前面当初被收押的时候，律师帮他发的这个声明有讲到说，他希望在2个月之内啊，然后他会尽速配合。对，配合了4次，第5次不配合。以柯文哲过去的面对事情的习惯来讲哈。遇到他第一时间很难回答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先躲几天，他会先躲几天，然后呢，然后等到他想清楚，能够有一套说法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讲，但是他不会在乎他前面讲什么。其实，在一开始政治现金申报的过程中，你也看得到，政治现金也是被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柯文哲才出来讲话，然后才有第1次记者会，然后第1次记者会当然当天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只有记者会本身。沈庆金，因为柯文哲一定要跟沈庆金连在一起看哈。我所知道的，沈庆金的他被收押，但是在事前之前呢，有过一些沙盘推演。因为沈庆金的健康本来就是容易有状况，到了这个年纪，他年纪也比较大，还有过去的生活习惯，他也是烟酒不分家的人。那本来就评估过他的身体是一道武器。我自己在看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越来越看到的是陈水扁跟吴淑珍，什么意思？就跟扁案有点像。当然这里面现在并没有很明显吴淑珍的那个角色。所以补充一下，我并没有要把陈佩琪当成吴淑珍。可是你现在把柯文哲当成陈水扁，很像，因为比如我跟我上你的节目的时候，也是因为扁案开始。对，你知道，你如果回去看扁案哦。陈水扁从来没有认罪过。陈水扁在那个过程中有没有抗拒过？有，他也有不合作过。你回去看扁案所有的笔录里面都可以看到，陈水扁从来没有认罪过。所有检察官举证的事实他都反驳过，直到今天此时此刻的陈水扁没有认罪。那陈水扁会放在外面，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因素。好，那你回来看柯文哲一样。柯文哲不会，他是陈水扁的医疗顾问小组召集人，他现在所有的从这个说要配合到现在不配合，后面还会转，你放心好了，他还会转，但是他很清楚的一个策略是说，他现在他跟他的律师团的那个攻防点，早就不是放在检察官这边，一定是放在这个法官这边，唯一他失算的或者没有想到的是。有朱雅虎这个角色跑出来，如果叫朱雅虎不认，
就不会有李文忠的被收押。好，那李文忠跟他的关系太密切。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因为这个案子一定会起诉，你在看起诉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新的故事。那差别在哪里？就李文忠能不能盯得住？好，李文忠是个人收贿还是帮人家收钱？这个差别会很大。那柯文哲的态度呢？你大概就可以从他那个反应，你可以知道说他需要思考，他需要沉淀，他需要多少时间不知道。好，那沈庆金也一样，沈庆金大家也不容易攻破，但是沈庆金一定没有算到朱雅虎的事情。那你有第一个朱雅虎，会不会有第二个？沈庆金也一样，沈庆金大家也不容易攻破，但是沈庆金一定没有算到朱雅虎的事情。那你有第一个朱雅虎，会不会有第二个？所以后面的变化会在这个地方。那至于，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彭振声面带笑容，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会被判重刑的人，再怎么适应土城啊，你怎么笑得出来？所以通常会面带笑容，我会多想一点。你觉得是他的角色会不会转换呢？是，或者检察官应该有一些善意吧，你才笑得出来嘛。所以啊，我是蛮期待起诉书的。好，那起诉之后很简单嘛，不管小草去声援柯文哲，我觉得 OK 啦。这是他的信仰。那对于个人的信仰我们尊重，但是会有多少故事出来？这个我是非常的期待，所以这些会不会如果你经历过扁案那一段的话，你会发现当时一开始出现的故事，每个人都视为都市鬼故事，怎么可能嘛？都已经到台湾都已经政党轮替2000年、2004年都已经这个样了，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然后你只听过保管箱，你只听过保险箱，你不知道有保险室。就保管那一整个大概几坪大小，大家才发现原来那个也是真的。当然，这跟柯文哲这个案子到底会不会是这样，你不知道。那要看检方刚刚东豪讲，对，大家都在等。如果照连黄国昌也都说他一定会被起诉，我前2天就讲柯文哲也已经看起来是放弃这一段了，我就去打法院那一块嘛，到法官那一块去讲。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来胡老师，请问一下，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走到现在。柯文哲如果在东豪口中所谓的司法不合作，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而且我放弃你这一块了。地检我跟你讲什么了？我讲了你还是会起诉我。如果大家放弃这块，当他已经直接跟你讲我不要去，对小草来讲某种程度，光这个月不止小草哦，民众党说要大概发起大概5、6次的所有的集会演讲，所有这些小草，尤其在满月这个时候在土城集结，然后所有这些，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当听完这么多一些的故事，他还是会告诉你，那就是你们的故事啊。你们就是在故事，你就拿不出来。你说柯文哲去88会馆，他不能去88会馆吗？他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吃个饭吗？你说他去桃竹影园怎么样？财团不是市民吗？他不能到那个地方去跟那些市民大家做一些沟通吗？去那讲白了，犯法吗？当然去那边不犯法。但政治上面跟道德上面的争议而已嘛。你说去招待所犯法，那陈东豪早就被抓走了。为什么这样？只有陈东豪会被抓走？你为什么去招待所会被抓走？还是你们2个人会关在一起？如果犯法就被抓走。公务员犯法，他不是公务员，我又不是公务人员而且我是跑社会的，公务员应该要去，是不是？我如果没有去过酒店，没有去过赌场，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怎么跑社会新闻？奇怪，我跑政治也都去过。那你干嘛去？因为政治人物去啊。没有朋友多嘛。那我行政官员的最惨，我都没去。行政官员不能进去啊，所以创价不能去，你跑的都是行政官。对，那你认识的人又不是只有行政官员。但是他不太会找我特别去啊。招待所看啊，就88会馆，大概我看完他内装介绍以后，大概我跟陈东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去过。你没有去过88会馆啊？没有啊，不可思议啊！真的啊，这10年来对没有在跑那里啊。上你的节目的时间没办法去那里啊。那是我的错，对，好，因为不好意思，所有的节目都是晚上8点以后啊，怎么去呢？88会馆它基本上在信义特区嘛，它是松什么路88号嘛，其实有一些
店啊，比如说在复兴啊，它几号，它的店名就叫那个、啊，所以它叫88会馆，它刚好号码就是88号。其实那是一栋建筑物啦，大概也是一个豪宅，一层大概也是分2间啦，那大概1到3楼就做88会馆。好，你想一下，光1到3层楼装潢要1年，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装潢？1到3层楼装潢了1年，要1年。那它的1楼呢？其实1楼基本上叫标配，招待所的标配。什么叫标配？就是一张大餐桌，一眼那个没有一张大餐桌嘛，一张大餐桌，超过20人以上的餐桌。基本上陈东豪去的招待所也超过20人了嘛，每一个都要有这个标准配备，20个人以上大餐桌， 20个人嘛，10个人聚会还可以超过20个人啊，对，有的还很大哦，那10个男人中间梅花座加一加就20个嘛，好来赴宴的10个，再加上你不是那么含蓄的人啊，就配10个男的配10个女的，不是刚好就20个嘛 ？OK， 配服务人员啊，那大部分招待所都是外教的啦，可能都透过经纪公司啦什么找啦哈。那其实基本上沙发椅跟大餐桌基本上叫标配啦，标配。那有的招待所它大概只有1层楼，所以它的KTV、撞球我去过的，还有撞球台的，还有小房间的，在1层楼上。不过它那个1层楼的楼板面积就很大，哈。那基本上这3项基本上叫做招待所的标配。那是1楼，这是标配啊，标配啊。那不过他把 KTV 移到2楼，KTV 2楼，但是2楼里面的装潢就比较少见了啦。我说过KTV 是标配嘛，我去过的招待所里面有撞球间嘛，但是它那里面还有那种拉霸、酒吧，它还有一个吧台。那大概吧台大概就是在撞球间、撞球的旁边，因为有时候撞球没轮到你嘛，就坐在吧台上喝点小酒，等别人先撞嘛。那大体上2楼它的 KTV 的装潢看来价值也不便宜，因为光2套皮质高档沙发，你知道 KTV 有的招待所简陋一点的 KTV 跟好一点的 KTV， 有的 KTV 光是机器就上百万以上，所以它2楼就已经让我觉得没去遗憾。它既然还有 DJ 台，你能想象招待所有 DJ 台还有小舞池？一般来说，那就是一个放音乐或是唱歌伴舞，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 DJ 台，还可以放音乐，然后在舞池里面可以跳舞。那舞池大概可以容纳个20-30人跳舞，这么大？你看它有多大？然后当然啊，你3楼当然有，2楼这样，那3楼要干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就上3楼，因为3楼有4间套房嘛，大家可以休息嘛。那有些时候你想一个50-60坪只装4间套房，那每一间套房有多大？很大。那装潢花1年的时间，那4间套房装潢的有多精致？那套房干什么用？我们就只好解释休息了。自己想象啊，自己想象啦就喝醉了嘛，不舒服，喝醉了嘛，休息用的嘛那其实有的招待所里面，它还有小房间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可能一堆人，我2-3个人要谈事情，要进去。像以前某一个非常有名的招待所，在8楼，它就有一个小房间，那就专门在里面。基本上谈事情用的那边还有麻将间对，你说的另外也有设置麻将间的，那我去过的另外一间有麻将间了去的时候还发现主人的妈妈在那边打麻将，然后我们是在地下1楼吃饭所以他算是非常高档。好，那如果这样，那柯文哲呢？柯文哲去，因为媒体上形容他去还不止1次对，甚或还有副市长会一起去，那就。我可以想象的话，那就是在1楼嘛，大家因为柯文哲在，你总不可能像你刚刚讲，像你跟东豪去的，旁边还有人，那一定就是大家正常的一些人，大家吃饭嘛。不在场也不知道对，谁晓得？谁晓得不知道不过他可以到2楼去上囚鸟对，他没有了，其实是这样他第一次去玩，
其实你第一次去玩，你认为说去那边只是真的如他所说吃饭5分钟5分钟走啊？他真的是吃完饭5分钟就上2楼了嘛？因为听同场就跟柯文哲第一次去在的人，那就私底下有跟朋友说柯文哲第一次来玩以后就说，他这个地方非常好。他以后是可以聚会啦什么的地方哦，那你就讲第一次他个人去嘛，第二次果然副市长、局处长都去了，那你去那个地方，其实大家就很纳闷，你是自己付钱去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如果自己付钱，那不要开玩笑。对啊，柯文哲的开玩笑，而且柯文哲的特别开玩笑。那个根本没办法核销啊，要怎么核销？对啊，来讲一下，他们曾经请过那个移工的主厨去，移工在君悦3星的吗？他是米其林3星的，光那个菜单，如果我跟陈东豪2个人去叫套餐的话，我们2个人大概可以吃到16000到2万块以上，一个人的套餐哦。那你想一下，他们叫移工的主厨去那边煮饭。你想那一餐要有多贵？你想那一餐多贵？所以你整个加起来，如果真的坐满20个人，是移工的主厨，那一桌最起码10万块以上绝对跑不掉。10万吃不下来吧？不止啦，10万吃不下来吧？吃不下来，一个人抓2万，对啊40-50万，厨师的出场费，小姐的出场哦对啊，所以你想一下，如果那一桌几十万，算你说找外厨比较便宜的，那一个人套餐也都是3-4千块。外厨不一定便宜哦。我说一个人也大概也要3-4千块以上起跳。那一桌下去的话，5-6万块、10万块也跑掉。所以你说柯文哲找了这些局处长去，谁付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柯文哲找了这些局处长去，谁付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这个北市廉政有没有去查？就要问议员，接下来要不要去看？我们早就查过了，谁买？从来没有登录过。谁买单？谁买单？那个招待所虽然招待所，它也有对外营业，它营业就是属于自己熟的人。它里面其实一般招待所有秘书，其实不稀奇了。秘书有时候要确认客人啊，有管家也不稀奇啊。管家他就要负责整个招待所的管理啦。他说有3个男管家，那1层楼1个刚好嘛。好，那他是会有管理里面像清洁什么，他要管。然后秘书要去负责联络客人啊，你到不到啊等等。所以每一个好一点的招待所有管家有秘书不稀奇的，因为我去过的也有管家秘书了。可是我刚刚看创下了俊宪。有没有听了觉得瞠目结舌的感觉？但是你这个如果把当时各位还记得吗？柯文哲整个崛起的过程有一顿是他说跟他的其他人请老师还是什么去吃完以后，后来第二天上厕所，他去喜来登，然后一坨大便，他在2楼的法式餐厅，对，意思就是说吃一个人那么贵的，跟吃一个便当，其实结果不是都一样。但俊宪，如果真的这样看起来的话。逃出影园跟刚才那个像88会馆这种所有这些，这不像是柯文哲会去的，最起码从他口中讲的那些，不像会是这样一些情形，但他就是这样发生的。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或是对小草来说，我再回到那句话，去那犯法吗？就算刚才一夫讲去那到底谁买单，有没有买单，有没有核销，就算你要问这个，好，那你慢慢去查嘛，叫所谓他们议会要查，但是这犯法吗？那当柯文哲就讲说，你们查我查成这个样子，包括现在讲说我为什么不去，然后黄敬跟黄鸿昌就讲，因为你们反复都问一样的东西，都问成这个样子，所以难怪小草明天要去土城，难怪黄鸿昌会讲说，对，你们就是这样，感觉上就是糟蹋人的感觉啊。去那边可不可以？应该问黄国昌，对不对？按照黄国昌的标准，那可不可以去88会馆嘛？黄国昌以前曾经痛骂过了，去88会馆是罪不可赦了。去88会馆的政治人物啊，都是一些以黄国昌的标准，这个都就可以判死刑。
其实有两个意向啊。柯文哲以前给人家塑造的就是第一个，弄欧北青菜假假，都吃便当，而且一个便当还有 SOP， 吃便当好 SOP，6分钟要把它吃完。好，第二个跟谁吃了，对象了，你去八馆可以啊，对不对？对不对？我都是跟上义务啊，跟谁呢？好，跟一些大学教授，跟一些研究学问可以吗？所以柯文哲强调的就是说，加一桌青菜啦，伊拢食做歹啦，拢食便当啦。第二，袂使甲财团往来。所以今天柯文哲的整个人设破败就是第一个去这种超豪华的。刚听上一屋，其实上一屋讲话我从来没听这么认真过。有，我发现你一直在听的。我的形容的真的是，应该不是，可不可以开放参观一下？停业，好停业啊。第二个，你根本都是跟财团在一起，对不对？你看呢，不管陶朱影园啊、88会馆啊，我相信更多了。你这个你都会去了，那还有什么？那其实去陶朱影园最要命的就是说，因为你跟这个陶朱影园的老板沈庆金，你们有利害关系嘛，这个怎么可以去呢？这个最简单的瓜田李下，这个就坐实了柯文哲自己讲的，拿刀叉吃人肉嘛。那财团给你一些好处，然后第二天来跟你要一些东西嘛。那你柯文哲不是完全自打自己的嘴巴吗？所以这小草搞错重点啊，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啊，是合不合乎新政治柯文哲自己对选民的承诺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以黄国昌的标准，那黄国昌应该要批柯文哲啊，现在当然是不敢讲话了。不过小草要去抗议哦，这个绝对是个政治动作。第一，小草不能这个热情不能冷却掉，第二个，小草要操兵了，谁要操兵呢？现在民众党里面的这些领导，也就是说他操什么兵？谁可以号令小草，对不对？然后一呼百诺。李文忠的那个收押的裁定文，他是写收贿了。第二个是收押朱雅虎。那这两个收押其实都是有学问的。我看起来了，第一个李文忠用收贿罪，那罪名比柯文哲还重。如果李文忠你照这个官司照目前这样走下去啊，那柯文哲如果没有查到金流，那李文忠判的罪会比柯文哲重，是不是会这样？因为李文忠柯文哲，如果你要用图利罪起诉的话，对，那如果李文忠现在是收贿罪起诉呢，如果都照这样判刑，那李文忠目前被起诉的罪名是比柯文哲还重。第二个，小草现在接受洗脑都是认为柯文哲图利没有查到金流就不算贪污，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样态。图利就是其中一个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官员经常来搞这一套的，好，所以图利罪就是贪污了，大家不要搞错了。再来，朱雅虎收押说，因为他国外有房子，他可能有绕跑嘛，对，那朱雅虎有认罪嘛，好，如果你怕他绕跑，那么你把他羁押，他都跑不了了，对不对？那请问为什么还进监？他认罪啦，朱雅虎认罪了，那你给他进监干嘛？也就是说，你收押的，因为一般收押两个嘛，要不然就是有潜逃之余，要不然就是串供嘛。串供。所以你觉得，如果要只是有潜逃之余，那就把他押了就好了，不用进监，对嘛？那你为什么进监？他不是有认罪吗？那进监什么？串什么供？他不是认罪了吗？第一个，朱雅虎是部分认罪了，他想全扛嘛，因为裁定文写得很清楚嘛，他跟陈建坚的关系这个里面讲清楚嘛，然后可能老板没同意你缴头路的，赶紧退头给去行贿，这不可能嘛？也就是说，朱耀武他目前的认罪是到他自己，他有行贿，跟陈建坚没关系。我看那个裁定文写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但这个显不合理。我认为法官也不会相信，所以才同意羁押他嘛。那第一个，朱耀武能撑多久嘛？他能撑多久？你难道继续扛这样的罪名吗？我说办到这里，其实北检是算有所突破，但北检我认为柯文哲拒绝提讯，对不对？柯文哲说什么身心什么？那是北检说的。那北检说的。对，我认为是北检拿楼梯给自己下来。柯文哲拒绝去啊，这个我认为最震撼的应该是司法圈的。那以后检察官怎么办啊？柯文哲羁押是在强制处分当中他没有权利拒绝。你柯文哲去，你可以不讲话，我不要回答，我缄默权嘛。但你不能不去。平常检察官在传那个证人或传那个被告或嫌疑人，
它上面会写的抗传急居呢，你不来我把你抓来，对不对？你不能拒绝哦。那你柯文哲现在是强制处分当中，你在看守所里面，你不来，法律规定可以吗？对，当然不行，不行啊。可是检方会担心啊，万一你就说不来，我硬叫法警把你给扛来了。你看刚才那个镜头，就是每个人出来的时候，彭振声，今天是彭振声跟应小薇嘛，从下囚车，然后再到那个地检署，那你不知道柯文哲在这段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他会讲什么或做什么动作，那还得了？但这种状况了哈，就是那你检方你要自己吞嘛，对不对？那以后所有被告提讯，每个人我不爱去，对啊，我不爱去，哎，对不对？每个人嘛身心崩溃，谁要去？对不对？检察官要提讯一个人，他是要发个提票给看守所，看守所按照提票，他会把嫌疑人准备好，让你带走。对，那很多嫌疑人都不想去啊，对不对？那你准柯文哲不去，它造成一个政治效应，所以现在小草要去北检，马上去土城看守所声援柯文哲，就是因为柯文哲有做这个动作，你检方让这个事情有一点政治化嘛，就好像柯文哲认为他是冤枉的，所以我拒绝去，这照理讲你嫌疑人是不行，因为你把他完成收押是经过法定程序的，你检察官是有绝对权利可以提讯他，但他被告他可以不讲话，但他不能不来啊，对不对？否则那你平常你发传票传证人传嫌疑人传被告，那大家可以不去吗？大家可以拒绝吗？所以我是觉得让柯文哲不要去，这个是最影响最大的是司法圈内大家看了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律师怎么看这个事情？不是，这我们不是讲吗？因为柯文哲主席在这过程当中创造了很多在司法圈觉得很讶异的事，包括那天第一次侦讯说我要走。一般也没有要走。我们一般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检察官一定会跟律师讲说：“大律师，你要不要跟你当事人沟通一下？就是他不要夜讯没有关系，那就在这休息。但没有人说要走的，从不要走啊。你说当然拒绝就讲说不提抗告，那个有啦，那个有。当然每个人有不同一些考量。但是到这一次讲说我不要去，对这几个确实都是让司法圈觉得很怪。他可以说他要走，那是他被告，他嫌疑人，他是算被告了啊。对，他自己主观的想法，对他要走可以嘛？所以检察官才要再做一个动作，当庭逮捕是嘛？他要捕捉这个动作是嘛？就这样嘛？对啊。所以你检察官那时候就不准他走嘛，所以我逮捕你。那我现在提讯你怎么可以不来？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讲，因为。这检察官一般来讲不应该有这个政治考量，没错。可是他也这样，你还记得吗？柯文哲在第一天的时候就讲，你们真的要这样对一个主要在野党主席吗？接下来晚上政治风暴，你们扛得起吗？你还记得吗？那这些动作好，刚才娟秀文直接就讲说，就是因为柯文哲做了这个，我不要去了，所以接下来小草就师出有名啊。你看柯文哲被你们大家糟蹋成这个样子，那个无罪说呀，虽然大家都知道，对，羁押本来就是无罪，因为你无罪推定就是这样。可是那所有的词，包括对抗行为权，他现在就是这样啊。光你讲说这几天说什么3月，对，2020年3月鬼故事太多了。3月那个包括这几天讲说金华城微金的人有没有去拿政治现金的这些，可是即便这个样，都有人跟你讲不要讲这个。朱雅虎就算他认行贿，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你们所有东西都扯不上他嘛，就是这样啊。刚刚委员说，那如果别人也要这样子呢？北检要怎么办？我告诉委员，别人没有那个资格这样的。今天柯文哲敢这样，一就是克谁？克谁？我后边有进动，我有小草，我有8名立委，这就是柯文哲靠的势啊，借势借端。好，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早就沙盘推演过了。这件事只要一标开一出事，我就是拉高为政治对决，就是拉高为政治对决。所以那一天的时候，他上车前，他特别要讲那一段话。你们怎么敢对这个主要在野党的主席这个样子？好，直接，然后而且点名说要执政党负责。你们怎么敢对这个主要在野党的主席这个样子？好，直接，然后而且
点名说要执政党负责。今天是北检来办案，你去点名说要执政党负责，好啦，也可以啦，反正这个就是一种政治攻防。他每天都从监视器看到赖清德，对，就是死盯着哈。我坦白说啦，我对于之前北检一直有一些消息出来给媒体这件事，我也非常的不谅解。可是作为跟北检一样不断的被出征的这个，我也是，因为我们是议会的查案人员嘛，他是司法检调的查案人员。你还是召集人。对我也觉得很同情啊，而且我觉得小岛是非常聪明的啊，民众党是非常聪明的。像我们调查小组成员有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一个民进党的议员被出征哦，只有我跟钟小平被出征。为什么？他们很聪明。蓝营只要没有我跟钟小平继续讲话，他就可以绑架蓝营的人全数上车支持柯文哲，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民进党追杀这个案子你看人家国民党也支持我们，可是不是什么案子都可以用政治对决的事情来处理，尤其是涉及这么大的一个弊案，上百亿的弊案呢，这个哪怕放在中华民国史上都已经是非常大笔的金额的弊案，更不要说台北史上。如果所有台北市民，你们有印象之中，你们曾经有看过或印象有里面有市长跟副市长都被羁押的吗？没有，这是史上头一遭。北检难道现在被告已经超过20个？难道会用一个天大的冤枉，只为了要整柯文哲吗？应该不会吧。现在大家在讲说那300万的时间点，我觉得时间点是不是那一场便当会的便当费这么贵为什么？因为都刚好1个礼拜，3月10号便当会，在便当会里面，柯文哲就明白说，好，你业者把陈情信交来，我就叫都发局把它交到都委会去研议。事实上，都委会不可以帮业者研议的。好，他在便当会就答应了，果然1个礼拜以后，业者的陈情信就来了，然后这个机要组就用交办单把它交办下去了，因为柯市长之前已经下过这个指令了嘛。在1个礼拜，就3月24号这个金华城的这一些相关工作人员的捐款就纷纷到位，而且是集中24号到26号。好了，你说我金华城的人就想捐款给民众党，有什么关系？这个金流非常容易查的我今天捐款给民众党，我有没有先从我的账户里拿出30万？这个检调是很容易查的。何况现在已经有工作人员承认说，这是老板交给他们的钱，现金。如果你是堂堂正正的捐款，你为什么不具名，直接用自己的名义捐款呢？我们的政治现金之所以要透明申报，像现在这个小草攻击我的，用我的政治现金，其实就是监察院查到的资料而已啊，那个就是透明申报嘛。你为什么要去隐匿？为什么要去用人头？你就是要隐匿那个金流来源嘛，那个来源你觉得不可告人，所以你要隐匿嘛，所以这一段时间捐进来的钱是时机刚好呢，还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沈进京佛心然后知道自己形象不好，所以透过员工，我不晓得。那当然北检有义务去证明这个对价关系，但是我这2天也陆续收到其他网友的检举他们去比对了21年22年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因为那时候柯文哲都不能接受嘛，都只有民众党，他们也意外发现说，有很多企业也透过同样的方式化整为零，不愿意用企业的名字用这个下面譬如说董监事，甚至是董事的太太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网友的肉搜功夫真的很厉害，连董事的太太都可以找到而这一些又可以对应出说，在差不多那1-2年前后，可能或多或少在市府有这个都更案件或者是说有一些业务往来，那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说刚好热情支持，或是有对价关系那这个当然都是一个会让大家觉得说时机或者是身份或者是你为什么要隐匿你的金流来源。因为大家知道，政治现金，如果你直接用公司的名义捐款，是可以一家公司直接捐100万，你是不需要透过3个人然后3个人分别去捐30万，或透过5个人分别去捐50万，其实是不需要这么麻烦的你是直接公司具名去捐，只要你是一个有获利的公司，你都可以堂堂正正的去捐款那所以你要隐匿金流的来源，你要化整为零，你要用匿名的，像这一波政治现金案还没有侦办呢，可是也有另案在侦办，
你这些种种的目的，你都是只有一个，你要隐匿你的金流来源。你要把你的金流来源给盖起来，那代表说这个来源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嘛？那这不想让人家知道，就是北检要去把它爬梳出来的这个真相嘛？所以你刚才讲说，某种程度，那民众党或是有一些小草要攻击你的政治先进的这一块，是因为你跟小平两个人感觉上是蓝白之间的合作中间的两个大石头。对 ，OK。那你刚刚讲，第一个，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往下爬梳下去，要继续追下去？第一个是因为这不是政党的问题，这是一个台北市弊案的问题。好 ，OK。那另外一个是，那你自己你自己还是要跑基层嘛，对不对？你在基层上听到的声音是跟你讲说，哎，你跟周小平两个人干嘛去帮民进党挖这些干什么呢？你们俩干嘛要阻挡？还是你听到的声音是叫你往下要把这件事查个清楚的多？我跟大家讲，我从政5年，第一次在外面吃晚餐，被付钱。真的吗？对，就是支持者来付完钱来跟我讲说，就是在东湖的一家牛排馆吃一个250块的牛排，然后有人来跟我讲说，那个议员，那个我帮你结完账，我吓到，因为我从政5年第一次这样遇到这么厚康的代志。然后拍摄吐槽，我没有从政，我在新竹吃饭也有。我们1-2年刚喝嘛，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他觉得该查。事实上，我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实体的人，不要是网络上的人，不敢说100%，但是90%都是觉得该查。有一些人是基于他不喜欢柯文哲，可是很多人是基于说他是老房子都更，然后无法都更，然后觉得为什么？就像那个景星大楼一样，他也要840，对，没有他们就是很可爱，他们说那我们480有机会吗？因为台北市的住3只有225嘛，225嘛那他们其实就说，那我们480有机会吗？其实市民有时候是很单纯的你说相对剥夺感也好，或自己家的都更问题，然后看到财团这样拿，或者是觉得说弊案就该办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像这个民众党他们说的，都是觉得说都是政治都是追杀。因为今天第一个有人承认行贿，OK，然后有20几个被告，然后而且有一些人已经都坦诚，对他们就是人头了。这就算是中间里面你要说有冤狱好了，你不可能只有柯文哲一个人是冤枉的，其他人都是罪有应得。可是当时你是市长，案子是由你交办，中间由你来开3次便当会，公文由你来批，然后你最后却要去骂议员说，为什么公展期间你没有来监督？这是他们攻击我的一个原因。公展期间，好，第二个是攻击人家说，你们没有加过840给我听，我是今年才知道，原来数学加起来是840，这些都是身为一个市长或是他的支持者，我觉得是没话找话的硬凹了。现在看起来，一种小草，其实说实话，小草的热情，绝对是现在你再怎么讲的话，一定有钢铁草嘛，当然，所以才会讲，就连这几天台风的时间也有一些铁草，然后是在土城外面更不要讲到了明天，我不知道那个场面大概会是怎么样。你也跟小草之间会有一些要接触，这些小草基本上那些热情跟外面所讲到的这些事情，他们听不下去吗？还是他们的解读是他们讲的，反而他会觉得是你们听不下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现在讲钱好，包括刚刚讲朱雅虎、李文忠，可是你看徐虎光讲那个民众之声的斗内的问题，李文忠其实在这里面显然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现在到底该怎么破口？先从讲小草，过去的小草其实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抓柯文哲今年2024的那个当选的26%，差不多就是紧绷26%。那现在我们看到那好几份的民调，大概小草差不多就是9%、10%，有的时候有16%，大概有15-16%的小草已经移出去，他可能移到观望，可能甚至到时代力量或怎么样。但这些我可能就是他们觉得对这些事情，他们对柯文哲的官司就认为有点问题，但是还在观察，因为毕竟案子还没1审2审。那另外有10%，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钢铁小草，就是说他们已经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赖清德放人，政治破坏，没什么好讨论的。所以你们全部的这一切其实就是政治打压。所以将来不管阿北怎么样，反正就是你们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常常讲一件事：今天柯文哲，明天就人人。明天王义忠。对，你如果今天不站出来挺柯文哲，明天他们党国这个新党国体制就可以把各位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用这一招。所以他们这个巩固的这个10%是信念是够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要一直拿出来很多数据跟很多的情况，甚至有些东西可能未
为达犯法，可是他基本上他有些道德的瑕疵，就像刚刚主持人你提到的，就是说关于副秘书长徐府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因为他的说辞前后反复，才会让大家又开始去讨论。我们先看左边这个是今年之前流出来的徐府的一个录音档，因为他负责的是那个民众之声 YouTube 的民众之声，但民众之声他们之前有开donate，就是说网友可以捐款给民众之声，就支持嘛。好，那这个其实没什么，民众之声等于就是正常。我觉得donate给民众党，我就喜欢嘛。对啊。可是徐府他今天讲了，他在一个录音档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黄色的部分，他说民众之声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他们内部开会的时候说，民众之声的donate在木可公司，然后以主席的说法，就是说柯文哲的说法，就是说这笔钱就是要给文宣部使用，就听起来很合理啊，因为民众之声基本上就是民众党的文宣部在弄的，那他们做得很好，网友donate，那他要拿来奖励员工，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结果我们看右上角，就之前这个录音打出来有徐府第一时间出来否认。2024年的8月3号，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我们看黄色的部分，他说因为后台设定问题啊，支持者的donate金额都卡在 YouTube 的频道，无法收取。他一直说这里有适法性的问题，就是说政党不能收取donate啦，所以他必须要转到另外一个户头去。因为他说他们问了他们民众党的那个财务长，他就说这个不行，就政党不能收donate。好，他就说。所以民众党就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请木可公司来协助，就是木可公司提供账号，然后把这个donate的钱抓进来。然后他说担心触法，所以就此打住。看到黄色字，他说自己说停哦。就这2天说法又变哦，他这2天不是去检调，不是有约谈他吗？好了，你看黄色的部分，他说民众党这个 YouTube 民众之声呢，donate的金额将近300万，其实最下面有了271万多哈，但这个钱好像都进到了木可公司，然后徐府他说，他向调查局证称啊，钱在木可的外币账户还没领出来使用，然后他说，徐府说，民众党呢会向木可整笔讨回，意思就是说这个钱给木可公司嘛，可是你8月23号说没有啊，这个钱我们还卡在上面，我们要怎么领，我们还在想啊，就你10月1号说这个钱已经在木可公司，然后我们会给他讨回，而且这个想法 idea 是李文忠的建议。就你10月1号说这个钱已经在木可公司，然后我们会给他讨回，而且这个想法 idea 是李文忠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可能道德上有瑕疵，但是我觉得你就一个看民众之声的粉丝来讲，我就是要donate给民众党，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至于你们后端怎么去收取钱，那其实是你们家的事啊。就算给木可公司又怎么样？我觉得小草根本不会在意。可是你用这种高道德标准说，政党不能收取donate，然后我们要转来转去的时候，最后还不是被查出来你的钱在木可公司，然后最后还扯到李文忠。那李文忠想要我够衰，我已经被羁押了，还要扯到我。而且重点是李文忠最好那个康长可以去想这些东西。李文忠背后老大是谁？当时老大就是柯文哲啊。李文忠是木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是中望的管理人，还是你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没有柯文哲的同意，李文忠敢做这些事。那加上徐府的录音档里面说，主席要给大家用，这是主席的代理，所以我觉得这很无聊。可是你讲到现在，大家就觉得说你现在是，所以有人就四超汪就说你是不是在说谎？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跟你讲，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说，民众党现在这种五轨搬运这个方式啊，大家慢慢看透了。刚刚苏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他用政治现金的方式，合法的政治现金去包装，就是说，没带波机，我广告牌天，谁会给你没带波机？给你donate300万，就是用这种看起来很合法的方式，然后结果donate完以后，隔天那个黄锦茂督发局长就签了公文，就说要送那个金华城，就这么巧的事情。所以人家讲说政治现金是不是好像有看到那谁级五轨搬运？除了这个以外，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讲的donate的方式。这个是最近网友因为9月份的那个donate YouTube 的donate，好，我们都有donate统计出来啊，第一名是馆长，是恶名昭彰，就馆长的频道 YouTube 频道120几万，就一个月的donate就120几万，这数字很大，对不对？ Yeah. 然后更大的什么，你知道吗？你把2、3、4、5名加起来，还不如他第一名那么多。他一个人120几万，后面那4个加起来没有他一个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还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你知道？后面这个前5名啊，只有第5名四叉猫算科黑，前面4名哦都是科粉。馆长当然是科粉没有问题。第2名陈清茂以前是韩粉，现在转科粉，很多柯文哲的场子他都在那边现场喊得很激动，对不对？第3名这个是朱学仁的万事通事务所，那现在光晴姐也在这边，这也算是挺科粉的。好 ，OK， 杀个沙班。第4名这个第二娜娜也是一个挺科粉的女网红，25万。你把前面这四名加起来啊，一个月的抖内是220万。
我可以这样讲。但是这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第一个跟民众党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挺民众的，他只是挺民众党，因为民众之声关掉了，所以现在抖内没有办法去民众之声，所以他们就流到这边。所以这些柯粉的网红等于是，那只是我的感情宣泄的管道啊。你民众之声没有，我就找这里面有2个现象。第一个现象，你可以说钢铁小草真的很铁，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抖内是全国前4名，这个很厉害，表示他们的热情啊。对，因为他们不看第4台，都把你们剪掉，剪掉以后要全都抖内来这里。在听国昌老师的话，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说，就像馆长网络上在讨论，就是说，像他有个好几个那种特定的粉丝哦，有一个叫什么7999的，因为他们抖内都会放在最上面，他每次都抖内7500块，这个是算多，就是这个无用，就是东西，然后剩下这些人，对网络上有人讨论说，因为其实 YouTube 的那个抖内的钱，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抓说他到底是台湾人抖内还是他海外也可以抖内，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人在讨论，就是说。这刮钱啊，这刮220万啊，是不是有刮钱是对其他地方海外进来的？是不是也有用这种化整为零的方式？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讲，就是说，因为民众党前面有这个前科，就是说他们用政治现金去用这种好像就是对照的方式，所以会不会有一些海外的这种特定的支持者或是团体，他是用抖内的方式来赞助这些挺民众党的这些网红？不然就多了前4个都是民众党，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在讨论，就是说这样的方案，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讲。刚刚前面提到那个2020年的柯文哲那个政治现金只是300万嘛，如果你再回想一下，当时因为是柯文哲没有选举，所以他是抖内到那个民众党，那等到你开了竞选专户以后，就柯文哲下来选总统以后，他就有专户，这时候抖内就不到民众党，就到柯文哲，所以这里面大家也讨论就是说，2024年柯文哲选前那3个月，他的政治现金，柯文哲个人的政治现金突然暴增，冲起来嘛，而且冲到就奇怪的说，这里面有9万笔。2亿元的那个抖内嘛，就是那个政治现金。可是最奇怪的就是我们讲用现金去抖内这件事情，这里面拿10万块现金的人有匿名的政治现金有310人，然后拿99999的有31人，这东西很难查，因为他现在是现金，而且又是匿名的，其实很难追。可是我们就想一个问题，真的民众党的支持者这么的大心吗？就是说会冒着。我要抖内给民众党10万块，又不是什么丢脸，抖内给柯文哲又不丢脸，10万块我就直接汇过去就好了。黄义中捐10万块，这其实很有面子嘛。我干嘛去把钱领成一包一包的10万现金，然后拿到竞选总部，然后用匿名的方式去捐？你不觉得这个完全超出一般人的逻辑？所以大家想，这一笔更大笔的2亿，刚刚讲的300万，人家讲可能还是掏钱不要去2亿。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会不会是从这些跟他有图利对价关系的这些厂商来？这个才是大家在疑虑，而且小粉们好像都听不懂这个道理，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整天在黑柯文哲，柯文哲很厉害啦。我再讲一件事情，我昨天听一个精神科医师分析啦，他已经在铺梗了啦。什么梗？铺什么梗？刚刚不是讲他，因为他身心俱疲不出庭吗？身心俱疲。对。他从第1次被约谈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黄国昌说他看的那个监视器，他看到谁？赖清德不是吗？你正常人会看着监视器会看到赖清德吗？身心开始出状况了，思觉有状况，思觉失调吗？对啦，开始了啦，要铺陈保外就医啦。所以他现在身心俱疲没办法处理，将来这个不需要海外就医。对，而且身心俱疲是一个很思觉失调是一个很医生说那个是很主观的，那个没有办法用客观的。可是好像是北检帮他找的理由。不，没有，北检是说身心不适合。对，所以我现在讲不，再讲。可是你如果要是把这整个变成是一个政治打压的话，那就不太应该说我被搞成思觉失调啊。我的黄静莹学姐说的，她相信柯文哲绝对够扛得住压力。不是啊，他应该柯文哲那我出来以后，如果把我自己搞成这样，你们在里面虐待我，你把我关在里面虐待啊，他自己讲的啊。胡哥，那个对柯文哲有潜力可循。记不记得阿扁？是啊。可是阿扁后来不是在土城车手的时候也是精神失调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传闻所以你在柯文哲现在的招数，你在阿扁身上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思觉失调这种不能1天2天发生，他必须要有个长期的。所以他从第一次踏进那个看守所，看到那个监视器里面出现赖清德的画面以后，就开始这一条路了。OK， 而且我再补一下，因为你这种小草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而且拼命抖内。我们刚才讲阿扁嘛，阿扁有一个最铁的扁迷啊，说是他妹妹啊，那个人是谁？陈昭之啊，陈昭之深信阿扁没有贪污啊，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啊，所以陈昭之才会跑去跟柯文哲在一起啊，所以一切都非常的合理啊。OK，可是刚才讲好，对了，那一中刚讲那个
政治献金的钱，其实你说10万的那几笔，除了大家会要问以外，其实大家最没有办法想象的是9万的那30几笔，99999，还有1块，就我拿10万去跟你说找啊几块，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报99999的现金，那有多少的铜板跟那些，然后报去，这都觉得这只是怪。但你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连接到包括有没有犯罪。当然我宁可相信，我觉得是小草的热情啊。你刚刚讲包括馆长说的那些，你说不管是在国内的海外的热情呢，一定会有这样一些的小草。可是这样一些小草热情，如果你真的在看，为什么刚前面讲到义父为什么会讲到，包括你说88会馆那几次，包括你说陶朱隐园，因为创下这些都是以前没办法想象的。有人回头去看柯文哲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说10年。那黄柯一梦，你说黄粱一梦，不管你说南柯一梦、黄粱一梦，你用所有的词来形容这些，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我永远记得柯文哲一开始上节目坐在一中那个位置，而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当选了台北市长，那个之快，我主持政论节目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这已经不是坐直升机或什么可以形容的。那时候的民众的热情或对现实政治上的很多的不满，造就了这样一些的结果。但现在呢？现在当然，其实我还是同意的是，柯文哲就算出来，也没有办法呼风唤雨。但是呢，现在他的剩菜残余剩菜是剩下的那些人在抢而已，那在分一杯羹。但是柯文哲的现象，其实你要回来的话，柯文哲真正的状况，你会看到，就刚刚你讲的太快了，快到他从自大，从自信变成自大。他就是本来很自信的嘛，因为他本来就是中产阶级成功的一个象征。然后出来一选，本来说不要逼我选市长哦，结果就是逼了，就选上了，而且是打掉了是连胜文。在那一个时候，大家觉得是这样一个强大的连胜文，那种大连舰队，所以他会觉得他自信十足。但是后面呢是那个环境，那个环境里面确确实实是在台湾经过了2次的政党轮替，然后很多人是很失望，所以那句话是有用的，蓝绿都是垃圾，蓝绿都是垃圾，所以就寄希望于。这么一个台湾，寄希望台湾社会上认为是最成功中产阶级的典范。如果家里有个小孩子能够读医科，都希望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典范，全部集中到他身上去。所以他就算起来，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一个转折。他先前讲的话，你会一切嘛？像我们一切就是2017年嘛，在2017年以前的柯文哲，你要去检验他有没有像刚刚范道说他原来的这些状况没有，但是后面开始就是一路的顺风顺水，所以他就。不是因为一个有什么对于台湾政治的想象，台湾政治的未来的一个理念，蓝绿都是垃圾，我只是做的不要像你们那么垃圾就好。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哦，很多人都是你会看他们，包含小草现在的蓝绿都是垃圾，有财团，哪个党没有财团？你们为什么专挑他跟那3个？对不对？所以呢，你有财团，当然所以他们已经忘了财团刀叉吃人肉这件事了。不，他们记得啊。可是你们那些财团，你们是几百个财团，我只有3个而已啊。是，这是他们的逻辑。所以就是要比坏，我没有比你更坏。所以他们现在在挺住的是这个状况。可是呢，再怎么样，就是已经崩解到那现在支持他的人大概有2种啊。2种其实我去分析，第一个呢，其实不要想说，我也是很不喜欢去批评那些什么小草啊。好像这个是非或什么的，一个是心理状态吧。刚刚因为我们昨天也在同场嘛，那个心理医生嘛，我们私下也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有了解，也很有兴趣了解嘛。一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我承认我错，是我笨。这个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哦，在群众里面很重要哦。其实群众不是盲目的，群众是会有算的。就好像我以前我最喜欢讲故事啊，我在眷村长大，就有贝贝跟我讲说，从夏，你讲国民党那些事情。我大江南北闯荡60年，出生60几十年，难道我不知道吗？但是我不能在你面前承认啊！我承认是我白活了。所以你要回到的是，其实那些小草，有些铁草，我不能承认啊！这10年我白活了，我笨，这是第一个不能承认的。第二个还是那种投射对象，也是在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没有错啦。他的账目是有问题，但是国民党没有问题吗？那3中没有问题吗？阿扁没有问题吗？陈信宇讲的每个人都拿过阿扁的钱没有问题吗？所以那一群人还是在。所以另外一个是跟财团在一起，然后他们给的财团会少了吗？
他们给的那个会有少吗？图利财产会有少吗？只是没被抓到而已，或被抓到之后不是集中在一个党主席身上，其实是还是有这个状况。可是这个状况它就回到了其实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社会上都有一群人对于现状不满，而不满以后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投射。但是你说它真的能够形成撼动结构的力量，不会。但是对于黄国昌等人来讲，我只要拿到这个，我至少活到2028年的2月1号。所以现在他们其实在鼓动这些，其实是残羹剩菜，至少吃了还可以吃得很饱。你明天要去土城宣讲吗？我不用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蛮好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你可以巩固很多小草的支持。不是因为我在眷村也常常被那些老伯伯骂嘛，但是他们也私底下也会讲他们的心情嘛，我不能承认我笨啊，对不对？可是军委，刚才听到这样，尤其刚讲说那个看着监视器，然后看到赖清德这一段，某种程度，如果照刚才一中讲，这开始真的要铺精神状况的梗吗？对柯文哲来讲，如果要当第三势力的共主，反绿的共主，怎么可能会承认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哇，什么看监视器看到谁？那个好像黄国昌讲的。对啊，他说他转述阿伯啊。现在总归一句话，现在就是要抢小草了。对不对？民众党还是扎扎实实的国会关键少数。他还是有下一届总统参选人的门票。他可以有提名权。所以呢，现在柯文哲如果不在以后，那民众党谁的啦？我想黄国昌也好，黄珊珊也好，心知肚明啊，没有柯文哲了啦。所以他现在去土城那边集结也好，或者之前的全国宣讲，你现在不讲了，好像有这个月又加6场，要加6场，又加6场。对，那谁去的时候最受欢迎嘛？对不对？那谁号召最多小草？这些都在抢后柯文哲时代。所以土城这场谁主办啊，或者是说在现场各位可以看到谁指挥，基本上都是在营造谁是最好的接班人。你如果讲到这一段，因为黄珊自从访美，就是那个台美的国防工业会议啊这些去访美回来以后，黄珊跟陈佩琪或是像连陈嘉翰，大概最近都没有听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声音。但黄国昌是还一直某种程度会有在讲一些的这些东西，这个也会跟你刚刚讲的会有关系吗？当然会，谁比较有实力抢？后柯文哲时代。谁比较有实力抢？后柯文哲时代。对不对？一个叫黄国昌嘛，看他是不是真的对小草最有号召力嘛。第二个叫黄珊珊嘛，黄珊珊有夫人有夫人背书嘛。但当然黄国昌会不断的提醒说黄珊珊停权当中了。但道理讲，一定是。主要是因为只有黄国昌跟市府这几个案子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完全是局外，他跟政治现金也没关系，所以他可以讲得最大声。对，所有这些。对他，如果他听到。我不知道10位议员有没有啦，听到有人在批评黄珊珊是不是牵扯在内？也许黄国昌心里的听起来感受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但我觉得里面很有角色的是李文忠。大掌柜。而且基本上对柯文哲钱的流向，李文忠最清楚。那如果检方办案可以查到李文忠有收贿，他现在用收贿来申请羁押。那其实是办很大一个突破。那我再讲回来，我刚刚第一段所提的，其实司法给柯文哲很大一个特权的啦。羁押被告可以拒绝提审，这有发生过吗？律师当那么多年，没有吧？真的，对不对？不想去的很多啦，拒绝的也很多啦，每个都被请过来啦。你问多少司法人跑了多少年？34年。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不去就不去了？史无前例，第一次。对啊，这真的，其他的人就直接把你拘过来就好。是啊。所以其实检方已经非常的礼遇，柯 P 了。但是这种礼遇，我就说嘛，你检方换来的是人家跑到你大门口，跑去土城门口给你搞一个政治活动。因为对这些小草来讲的话，他们会感受是柯 P 已经发起抵抗运动了。那我们在外面要声援他，所以一下国昌老师叫我们去的，大家要赶快去了。
而且他现在已经喊的是铁草了。就看你够不够铁。没有去的话，你就丢脸，你就不是草。所以现在拱草一点的造，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这些堆积起来就是谁是下一个领导，下个领导者嘛。那以目前来看，像今天在立法院就发生，就蓝白继续合作。对，总预算被退了嘛？被退。那这个就完全符合黄国昌要的嘛，他还是展现关键少数，国民党需要他。那国民党要求蓝白继续合，之前是达到最高层次，不是立委的呼喊的了，已经是党主席亲自下令。蓝白就是不要再批柯文哲，对不对？所以我也蛮佩服坚持到底勇敢批柯的。你不要捧游淑慧钟小平，钟小平对，有意见吗？没有，因为我知道淑慧一定会说你不要再赞美他，你赞美他更惨。我说钟小平。虽然钟小平批柯的杀伤力远远输给淑慧了。我很多细节我都是看一下淑慧议员之前的内容，因为他最清楚嘛，梁荣基嘛他很清楚嘛，对。OK， 但你会发现最近好，如果真的就算是这样的话，义父我先问一下，黄国昌现在言必提赖清德3个字，OK， 他这样讲到，然后包括连那个赖清德之后有没有？那是府方后来一个副秘书长出来受访，讲说一笑置之啊，或什么，还讲冷血啊什么。但你会发现，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对的都是赖清德3个字。这某种程度会有另外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的意义在吗？有人是说，未来这个样的话，不是小草或民众党的领导人而已是反绿共主，是不是就在黄国昌身上？当然，你看之前苗博雅找他辩论，还有那个民进党那个泸州的那位立委，那个林淑芬找他辩论，没有人，他都不跟他辩论，他都要找赖清德。是那当然，把自己的位阶抬到是我要辩论啊，我要谈什么，我都是跟赖清德，我要跟赖清德。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赖清德是民进党的主席兼我们现任的总统，那你一直都是要挑战赖清德，民进党主席现任总统，那基本上就是把自己位阶抬到一定的分量了嘛。对，那基本上，因为我就不会说，我要跟那个林俊宪那都同台嘛，位阶太低了。国昌老师怕呛。林俊宪林俊宪真的冲出来，但他知道怎么呛赖清德，赖清德都不会出来。但是他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抬高自己身价，当然抬高自己身价嘛。那现阶段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很多事情就简单分绿跟反绿，因为反绿就包括了国民党跟民众党嘛。那当然新党也一定是反你们的啦，不反民进党的嘛。所以你简单分的时候。那反绿里面，基本上谁在主导？我们多久没有谈到朱立伦这3个字了？好久了。不好意思，要抬一下。有你刚刚提了，对。然后我们大概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到傅崐萁了吧？对，对。因为立法院不开会，好像就没有他们的角色了。不，开会了，好像傅崐萁也没有提到，也没有什么被提到吧。然后我们在提的时候都是黄国昌，连蓝白合都提黄国昌。立法院我们也在讲黄国昌，讲到柯文哲我们也在讲黄国昌。谁是可以下一个民众党的领导人？黄国昌直接又挑战赖清德。那。基本上反绿的声量上面，谁最大声？现在看来反绿的声量就是黄国昌大声啊。OK， 那反绿过程当中，好像黄国昌变成反绿上面的声量王，是个领导者的感觉嘛，在抢这个位置嘛。那抢这个位置，当然有助于未来。他在民众党的发展嘛，一定嘛 ，OK， 就变成说我是反绿里面的最大声音者。我在立法院，你像今天的提案也是民众党提出来的嘛。今天总预算退回总预算也是民众党提的，他没有退回啦，他就是限列嘛，就等于说我们报告事项，我们只限定
就这一些不能外加，不能外加。那不能外加呢？很简单，我只要确认表决确认完了以后，我只处理这一些限阅。限列的，那意思就是把总执行也是挡掉了嘛？因为总预算没有列入议程，总预算里面不在里面嘛。对了，那我现在说，限列，我们只讨论这一些，列出来的草案，那里面没有总预算嘛？那就等于没有了。换言之，就是你民进党啊，什么要讨论议程加列什么报告事项都不行。我就限列。国民党马上，我们的意见跟那个民众党一样。现在你会发现，国民党是民众党的附属组织啊。就我提案，国民党叫小白。好，我提案我们意见跟他一样，然后你看到9月24号在程序委员会表决那一次，程序委员还没开，谁出来讲话？黄国昌。我们不能让他列27号的报告事项，我们让他列27号的报告项是复委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重新编列，怎么样？程序委员会表决，不能列。那你现在感觉就是国民党在立法院成为附属组织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因为开议以后，立法院变成一个政治攻防的舞台。党中央的角色如果没有强势的议题，它会被弱化。被弱化就是立法院被凸显。立法院被凸显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黄国昌在对抗绿营。国民党尾随黄国昌。那反绿谁变成共主？好像他觉得反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先看的是黄国昌。不是看国民党哦。对啊，一夫刚刚讲的这一段，你如果把时序推回到那时候防疫的过程，各位还记得那时候打不管高端，或者打所有绿营的一些议题，最大声的是柯文哲。所以大家就讲说，那个时候柯文哲俨然已经变成反绿共主一样，反绿共主4个字。国民党那时候还在讨论嘛，国民党内部也在讨论一件事嘛，会不会反绿的角色变成柯文哲拿走？是。议会是不是要开始对柯文哲的施政也要检讨？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检讨柯文哲嘛，变成柯文哲变成反绿的共主。OK， 那现在柯文哲在里面呢，讲不了话啦。我们讨论的是，他拒绝提审、提讯啊等等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了柯文哲在骂绿营的事。现在我们讨论的是黄国昌在立法院引领了非绿阵营里面在挡掉总预算，对抗绿营。义夫刚讲这段，来有淑慧会不会担心未来当黄国昌变反绿共主？虽然白营只有8席，虽然小草你说钢铁草就你不管叫18或什么，但某种程度那个会被渲染到把蓝营的角色会慢慢会淡化掉，这些蓝白的合作在未来。你自己会怎么评估这一段最近的一个蓝白合作？大家看，不只讲立法院，下个礼拜六投票，那个谢国良罢免内政礼拜天，下个礼拜天那个谢国良罢免内政，你会怎么样看这些？我觉得黄国昌不至于会变成所谓蓝白共主，他跟当年柯文哲的能量跟这个声量差太多了当年的柯文哲他是首都的市长而且在防疫的过程里面他那时候跟这个侯友宜双北的互动是十分密切的，所以挟诸侯这个挟民意以令天下嘛他就可以一天到晚说中央对台北市不公啊，对万华不公啊，疫苗少分给我们他有这些行政资源跟行政角色，也每一天都同样这样开记者会那现在当然，黄国昌如果在监督的角色之下，这个要求国民党的立委一起合作，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在护科的角度之下，我觉得未必国民党每一个立委都会上车。可是如果在护科的角度之下，我觉得未必国民党每一个立委都会上车例如说，
他们之前第一场在这个立法院旁边开这个群众，对，我就知道他们有打电话给很多国民党的立委嘛。那结果后来也是没有人到现场。那好，那声援司法要公平，程序要正义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因为我也支持。好，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支持的啊，希望北检就好好办案，谨守侦查不公开。但是到了黄珊珊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当黄珊珊开始去突然开歪路去捍卫金华城的容积率是合法的，去天外飞来一笔台湾省施行细则，还有所谓的25条，还有所谓把国土署的这个拿来背书的时候，国民党再也没有一个立委啊去登上黄珊珊那一台车，也就是黄珊珊最近少讲话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去护金华城这件事就太瞎了。你没有想过台北市民的感受吗？哦，这种容积率高到天边去，这种东西高到比101还高，台北市民是看得懂的哦。所以我觉得所谓蓝白合作，在立法院的监督上，他们是需要的，因为两个党分开，两个党都没有力量啊。但是你说会不会被民众党引导这个主导权，我觉得是不至于啦。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台风对谢国良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我觉得整个柯文哲台风，因为昨天我们基隆的雨量是破纪录的一些雨量，所以你知道雨量接下来一定是有一些要救灾的一些问题啦，或者什么这些。所以这过程整体来看，包括那几天的台风假或什么，你整体评估这一场，因为它离投票的日子太近，就一个多礼拜。但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是天灾嘛。那你说放假这件事情哈，放对或放错这很难说。我举例来说，7月份凯米台风，它是从宜兰然后直接往北扑来，但是高雄是率先放假，然后最后台南也逼着放假，但是高雄放对了，因为后来大雨嘛，那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啊，台风是北边来啊，恁高雄该让放上面哈，因为完全都没有笼罩。可是现在对外围环流这件事，没有人要跟天赌啊，没有人要去跟天赌，尤其是说其实这个民选首长，民意之所在，决定之所在哈。大家现在看这个台风放不放假，我必须要老实说，已经不是看风量雨量，而是看胆量哈。你有没有胆量？我以为是看脸书，不，只要大家只要灌上去，你是最帅的市长就好。一样啊，就是你有没有胆量哈去这个违逆民意哦，或者你有没有胆量跟天赌嘛？那事实上到最后，常常凯米跟这一次常常到最后就是全台放假。对，OK， 台南还好吗？台南还好。这个台风实在是很诡异啦，因为原本说从安平上来，对，你的选区吗？就我的选区，好，而且我服务处也在安平那台南严阵以待，因为上一个台风的恐怖印象还在，而且。到最后结果，我们看到高雄非常严重。那整个高雄被吹得乱七八糟。可是台南竟然没什么事，就是说台风假以后，当然台风假以后，很多人都烧瞎了哈。因为 KTV 唱了3天。他那个不台风节要来放假了哈，大家都早接头了。可是高雄就那么严重，这个台风真的很奇怪。而且连放3天还没登陆。他1公里时速10公里嘛，其实跟我走路速度差不多那3天如果我用走位走到台中了，他竟然还没登陆，就到最后就是后来那杂音声音就很大了。那到底放假对不对？其实我是觉得台风假在台湾已经吵很多次了，每次台风来以前都要吵。是否大家可以思考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就是安全啦哈，你上学上班的安全问题，像刚淑慧讲的，那你县市长是一个考量胆量的考验啦，要不然就放台风假，但是要补假了，就是说那你让县市长放的也比较赶又不影响经济。对，要不然你县市长当台风一出来，如果你很勇敢的给他宣布放假，反正以后会补假嘛，对不对？那像这次如果要补4个礼拜，对，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你说错了，然后就让他错了。如果你要补假，县市长可能就比较没有压力啊。OK， 台风在关岛，我就宣布休假了。OK， 要不然每次都会吵这个问题。要不然还是回到中央去决定好。以前是中央决定。可是我刚刚为什么讲？因为这次就连台风假的那个过程，一种基隆变成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对。那当然也是因为有下礼拜的那个罢免的那个投票在啦，所以动辄得咎的一些的状况。但开始西隆就因为谢国良率先，你看以前北基桃是一起公布，就谢国良就提早公布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说你是不是因为你怕被罢免，所以你放了一个政治的假，然后加上偏偏
礼拜三的时候，就真的是北台湾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嘛，因为天气连雨都没有，所以其实那个台风假放到我们自己都有点心虚当然后来，可是重点是昨天基隆真的就是今天的多好啊，360毫米，那真的一年的量都下来了，夸张。好，所以基隆救灾这个大家都在讨论，可是现在重点是猪队友就跳出来了，对吧？谢国良忙着救灾的时候，旁边的议员就会跳出来，这个是昨天跳出来的前议长，现在是国民党的议员，叫做宋伟立，他 po 了一张图，他是叫大家说台风天他外出请注意安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然议员希望大家顾好身体。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哪里怪怪？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P 图 P 的很神奇？但是他也跟你讲说，我也没说我在现场，我到现场去那个，他就讲那是 P 图不行吗？没有不行，当然可以啊。所以网友就 good 手嘛，网友就拿他这个照片很像冲浪。现在网友就说他们做个冲浪图，然后在那边 P， 就网友现在开始在那边搞笑。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网友就开玩笑就算。宋议员很在意呢，他说网友你们如果再给我分享这种 P 图的照片啊，会有法律的问题。那其实他这张图是这样子，但是他自己去年6月去勘灾的图。其实这没有什么，你就跟网友解释说。你就说，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到说非要惹不可。可是因为当他跟网友杠上，他跟网友说你们敢再给我分享这个图，我就有法律问题的时候，网友刚刚讲有冲浪图，你们很像冲浪，然后有很多迷因，网络上现在全部都在讨论这件事。然后加上林佩祥也出来赞助，林佩祥也是基隆的立委，他今天就骂刘世芳，刘世芳就说基隆对于那个回报的那个撤离人数，那林佩良就说你没有在现场，你不要那么啰嗦。好，那重点是啊，我觉得这是口水是归口水，可是基隆人的感受可能不是很舒服。这一张是最新在基隆的那个社团 PO 的，有网友就基隆人 PO 的，他说这一次基隆的淹水啊，他说大概是上一次这样大概是20年前的，从左上角开始都是东信路、东明路、刘铭传路、月梅路，甚至是基隆市区，全部都汪洋一片。那你说它雨量大，360毫米是真的很大，你在那边丢什么丢？对，如果单纯只是天灾的话，我觉得网友就不会在那边丢。可是呢，就偏偏有这种照片，这个也是昨天的照片。这张是左边这张是往二信中学，就是从祥丰街要转二信中学，那个是在山坡上。对，那山坡上也淹水。你说低洼地区淹水，大家就算了，山坡上你也淹水，那没有道理啊。然后再看到右边这张照片。这个是一张水沟盖里面长满了这个草的照片，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基隆的水沟不清的。就有网友说，有里长讲啊，2年来都没有看到有人在清水沟，然后说上一次淹大水已经是20年，那是纳莉风灾的时候。也就是说，因为有纳莉风灾这个前科之鉴，所以每一个基隆市长对清水沟这件事情他是很在意。可是现在长出这个杂草，就表示说，现在基隆人就说啊，你给人行政的没在清水沟。虽然这2天开始有人在清水沟了，那清一清就通了嘛。那网友继续骂说啊，所以只要2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水沟清通，你为什么不在之前就花2天的时间去清？然后你花了多少钱？而且重点是基隆，你说如果基隆市很穷没有钱，大家就算了，大家帮基隆市长谢国良做盘点，你光电动机车就撒了27.5亿元，你光东岸商场标给微风，就基隆就少收了13亿元。你光送林里长那个电动机车就花了4200元，你光那个文化路文化中心那个人工草皮，你就花了1452元，更不用讲，你上面还堆了沙包。然后你今年放了8次的烟火，花了700万元。然后你今年还办了超跑嘉年华，花了250万。以上这些离离扣扣盖40亿，我就问一个问题，40亿叫你去清水沟有那么难吗？你是不是重心放错？所以现在的整个基隆的民怨在于说，大家不会去责怪天灾，也不会责怪台风假，那都过去了。现在大家在意的是说，这些事情如果只是因为水沟没通造成我们身家的这个伤害的话，你基隆市长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当然我有看到媒体上面讲，基隆清洁队有讲说他们一直很勤于在清水沟或什么。那这些呢，民众当然会信哪一部分？苏慧。这部分对谢国良会不会有影响？要不要做一些说明？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啦，哈，那一个水沟到底是怎么样？哈，我现在不知道。可是基隆或者是台北市，每一年我们都会固定编列这个侧沟的清水的费用啊。不只是政府编列，里长跟议员每一年都会汛期来之前就会开始抠这个水利处啦、抠环保局啊来清侧沟哦。我相信基隆的也是一样的哦。然后今天这个基隆的这个清洁队也抛出来他们清水沟的委屈照，就是我们有清啊，我们清成这样，所以我觉得
用一个水沟的照片哈，来这个推翻所有基隆的清洁人员，或者是说这个我们是水利处，我不知道基隆是什么编制哈，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不公平哦，因为毕竟大大小小水沟很多，而且有一些沟体其实是假水沟，就它上面有个沟盖，可是它下面并没有真正的沟体哈，所以那要拿起来看才知道下面是什么啊。那当然清水沟真的非常重要，好像过去不管是高雄或是哪里，都有被发现说。打开一看，哇，里面全部都是垃圾堆，尤其是越大的涵管啊，你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涵管？就代表那边的排水量有需要这么大。那这么大的涵管你没有去清哈，之前我另外一个县市的朋友的议员，他就会勘的时候就发现说里面还有一台废弃的机车，对，这个都是很瞎的事情哦。我们如果每一年在编列这个预算，在整理这个水，在清水哈这一方面哈治水方面，可是我们过去已经花的钱所做的建设，却让它这样子熬，却没有处理。那其实台湾的这个公务预算永远都在浪费耶。OK， 所以路平灯亮水沟清哈这几个字哈是20年前就开始喊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20年后很多县市还做不到？灯亮水沟清哈这几个字哈是20年前就开始喊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20年后很多县市还做不到？好，那当然你说台风龙这些天灾，跟其他的一些的部分，尤其对国内政治人物来讲的话，会不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大家会这样观察。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创下以色列跟伊朗。不要讲说从哈马斯开始，然后跟真主党的民兵，然后现在跟伊朗之间的飞弹互射，为什么我还看到以色列去炸了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大使馆？他要几面开战？他是真的去打俄罗斯的大使馆吗？这法国那边对于中东啊，他最近的一个评论，认为说现在的一个麻烦就是以色列和纳坦雅夫决定不冷了。他们过去70几年来。他们都是跟随着美国和北约建构的中东秩序，那现在他要建立以以色列自己为认定的中东秩序、中东新秩序，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就变得比较复杂和尴尬。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就是CNN也讲的，白宫影响力真的很有限。纳坦雅胡已经不听拜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呢，先前不是一位开始就是呼叫器炸弹，然后再过来是对讲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AM 的那个矿石收音机这种炸弹，结果那个真的摧毁掉真主党的联络系统，所以看他不断的进去轰炸，那不断的轰炸，然后甚至于把他们32年的长期的指挥官都被狙杀。对，而这个东西对以色列来讲，就是要去消灭对他威胁比哈马斯更重要的真主党，因为真主党是真正的正规军，所以后面呢，他在30号之前集结坦克、军队要入侵黎兰，但是黎巴嫩南部，但是他的讲法是说是清除掉，这个真主党并不是对黎巴嫩有领土的这意义，因为如果有的话，那就牵涉到国际法。对，然后这个时候拜登还打电话，还出来讲说我会跟纳坦雅胡通话，呢，那时候拜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呢好好的谈一谈，有限度。然后我已经派了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在那边，我会帮你守。可是呢，伊朗在这个时候如果吞下去，那就承认了纳坦雅胡的新秩序。所以181架的，这次是洲际飞弹或是长程飞弹、中长程飞弹，然后美国帮忙拦了10几节。可是这拦下去之后，你看拜登马上出来讲，我们全面，他讲了3次哦，支持以色列。那为什么是这状况？这状况的复杂在哪里？因为现在只剩30天，就要投票了。那美国现在呢？以色列这状况，你得罪了以色列，你就得罪了美国的君主和犹太裔。但是你又如果修理了以色列，但是如果你支持以色列，你就得罪了穆斯林的选民。所以美国现在确实是尴尬，所以纳坦雅胡才利用这个机会，他趁机，所以呢，叙利亚那边，俄罗斯当然有一些基地，那个因为整个中东里面穆斯林很多的支撑力量，尤其是当时打那个 ISIS 的时候，俄罗斯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我就炸你。那结果俄罗斯现在普丁有没有力量讲话？没有，
啊，算准，因为你连俄乌那个地方都抽不了身了。对啊，然后美国也抽不了身啊，所以国际上的局势就是现在变。那纳坦雅胡在不断的对外开战之后，内部里面觉得你在加沙走廊已经僵持在那边，人质救不出来，然后对他反对的声浪达到70%以上，要他下台。在有战争的时候，内部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清除掉以色列周边的威胁，他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新秩序的一个建立者，就变成是这样一个状况。可是这里面的状况为什么会出来说，这个新闻都出来了？因为美国的实力在2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维持着这是3个战场。但是3个战场里面其实有2个。其实是一个半的，就是他不可能全面的战争。那如果以色列出了这状况，对全世界的中东，而且以色列还宣称他可能会去炸伊朗的油田，那他为什么敢去炸油田？因为伊朗的油田在核武禁运之下，对全世界影响很少，可是对中国影响很大。因为中国还拿很多，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地缘政治牵动着全世界，而全世界刚好就是在政权交接不稳定的时候。就变成是纳坦雅胡一个人呢，可以进行很多豪赌的时候。OK， 那当然说话的艺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所有的记者跑去堵拜登，就跟他讲说，以色列说他要炸核设施，然后包括石油啊，所有相关一些设施。那总统你怎么看？拜登就说我们不支持他炸核设施，然后出来的标题就是。拜登也支持炸石油设备啊？什么？然后全球就开始一片哗然。什么？美国也支持他炸石油设备？所以你今天看股市，所有相关的这些，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油田一炸，大家知道油田一炸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嘛？对，拜登不过就他，因为他觉得核设施太严重，他就说了我们不支持。以后所有媒体出来的解读就变成这个样，那怎么办？他就变成是这样。以色列中东那方已经现在俨然变成全球现在最重要的，不要说火药库，它是已经直接开干了，就是这个样。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大家每次在讲那几个火药库，包括南北韩，包括南海、台海，所有这些地方，一夫简单的告诉我，北韩大概在这个月说他们会直接废弃撕毁，在1991年就签订了南北韩有那个统一协议嘛，他已经连演都不愿意演了，他现在已经直接见到我把那个撕毁。南韩这个地方也是面对北韩一天到晚没事什么垃圾语啦，什么什么一大堆这些，他们在阅兵的时候，包括选5型的飞弹，所有这些，现在南韩的态势面对北韩是什么样？北韩呢？北韩在今年9月19号的时候，他们也试射了一个短程导弹，叫做火星炮11-4.5，它的弹头是4.5吨。4.5吨，好，弹头4.5吨，4.5吨，好，所以当初一发射的时候，试射的时候，大家就问南韩嘛，因为北韩射呢，一定都会跑去问南韩。南韩说我们10月1号来回应，等着看。现在南韩的态势面对北韩是什么样？北韩呢？北韩在今年9月19号的时候，他们也试射了一个短程导弹，叫做火星炮11-4.5，它的弹头是4.5吨，4.5吨，好，弹头4.5吨，好，所以当初一发射的时候，试射的时候，大家就问南韩嘛，因为北韩射呢，一定都会跑去问南韩。南韩说我们10月1号。来回应，等着看。那10月1号就是南韩建军76周年，又是国军日，也就像我们的军人节，他们就办了一个阅兵游行。阅兵游行的时候，他们果然回应了，他们搬出来的玄武5型，玄武是南韩自制研发的导弹系列，玄武5型是他们最新的，它的弹头8吨。也是短程导弹，那它8吨的威力啊，他就告诉你说，金小胖，你的碉堡在100公尺，地下100公尺，我一样要把你炸掉。它就变成一个叫做什么地道杀手啦，它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导弹怪兽导弹啦，怪物导弹，8吨，让我想到那个撒旦2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巨型的远程导弹。它是战略，它是战术，它是战术，我不带导弹那个核弹头的。那它一公布出来，当然就是告诉你说，你试射4.5吨，我这个8吨。
但是它改成1吨的话啊，它弹头如果改成1吨的话，它就变成中长程导弹，它可以飞3000到5000公里。那它如果装8吨的话，就是大概300公里左右。如果你改成1吨的话，它是北韩的全部的射程都掌握，所以它是一个较劲嘛，那就是一个你来我往的较劲。但是就是说，南韩里面有所谓的3轴防御啦，3轴防御什么那个导弹飞弹防御系统啦，然后另外一个是杀伤链，它有一个叫做大规模报复武器。OK， 这一个就是它3轴里面的大规模报复武器。当然，它里面也展现了一些科技性的东西，像那个4足狗机器4足狗。南韩的4足机器狗曾经创下这个100米跑19.87秒全世界的纪录哦。这还是他们民间的，所以引用到军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也是向北韩展现它的科技能力给你看。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报复武器8吨，另外一个就是精细一点的机器狗给你看。我们讲绝对值，那个8吨跟4.5吨，一头大象的重量大概1.5吨左右吧。这样你大概知道4.5吨跟8吨那个威胁性是什么？就是它可以把北韩没办法核武小型化。他是说我可以带核弹，它就是仅次于战术核武的它那种威胁飞弹，要搞到这么大的弹头嘛？当然有利弊各自。如果你讲说它可以打到100公尺，那还记得这一次连那个真主党的领袖被狙杀的，他是在地堡。打下去大概30公尺左右，但是这个打到100公尺，战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但是最后请教2位，军秀委，来30秒告诉我，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然后买贵了，接下来怎么办？武器从以前炒到现在了，我是觉得你很难直接，它又不是一个说像有一个公定价格，对，它有加什么后续维护啦、训练啦、零件啦。技术移转啊等等，我是觉得要整体来评量了，没有人愿意当傻瓜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买贵了，那我们应该据理力争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已经讲说，该要的全部要回来。如果有真的买贵，那当然是要回来。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武器有没有真的能够如期的填补到我们去，因为我们现在最空缺的大概是2026了，然后到2027以前，对，这段期间。OK， 来苏慧来3分。我觉得也非常谢谢美国查到这个事情，然后告诉我们但是台湾也同步要去查。第一个，当年的国防部在进行这2次的采购，有没有审慎的比价核价，然后去确认这个价格我们当年是无知，还是默许，甚至是共犯？你知道有一种这种我知道你报高价了，我让你报高，然后我们 commission 这种就是共犯嘛。然后再来就是无知，我真的不知道这种行情因为军火我们就比较弱势了，人家愿意卖我们就收那另外一种是它就是默许，我知道你就是贵，可是没办法，我因为要买3种状况。美国已经查到有状况了，那台湾也要去彻查我们内部的状况总不能每一次都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就是静待通知。哎呀，有退回来呀，感谢呀，讨回一笔；没有退回来，彼此摸摸。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自清自己的这个军队的纪律了。OK， 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在全球来讲，外交跟国防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非常艰困的一环。那怎么样能够满足自我的防卫，这点非常重要。中东的局势，全球都在关注着。对国内人来讲的话，那包括建华城这个案子，明天钢铁草集结土城。那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对于这整个案情的未来进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